最近啊发生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暴力事件，而且眼看着好像越来越多，性质啊越来越恶劣。不单单我们自己有反应，身边也有很多大马朋友看到我们也会要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究竟怎么了，他们也是很担心的。是啊，我看到的是事件是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对，然后这个里面的死伤人数是越来越多，然后他的手段是更加残忍。我看到的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这些事情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并且是无预兆的在多点发生，甚至像我们国家的政治首都北京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它的表现形式是死伤者更多，然后作案者他的手段更加残暴，更加血腥。我相信啊，大家应该知道啊，我们讲的是什么。以最近典型的发生在珠海，有一辆车，62岁的一个司机驾着去冲向广场里的人，造成了35人的死亡。紧接着，在无锡宜兴就有学生在大学里面持刀行凶，已经有8个人死亡，而且这样的事情不绝于耳。对，没有一个地方你会说一定是安全的。前一阵在我们的北京也发生了在校门口袭击，在上海的这个沃尔玛超市，松江的沃尔玛超市应该是在9月份的时候，对，也是提着刀砍伤了好多人。更不用说针对外国人的也有发生过，你就好像很难把握它的 pattern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失忆离婚的人，你看连学生连人驾着车去冲撞，他好像已经要变得防不胜防了。先讲一下大马人来问我们自己的心情，就是你刚已经用了一个词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我觉得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惊，也非常的怎么讲，非常难过，我是愤怒有愤怒，还会有一些抑郁，是不是？对啊，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感受啊。那今天我们更多的为什么敢的就是站在这个能讲不能讲的边缘，还是要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很特殊，我们是中国人，生活在大马，我们看到的不同的景象，我们生活在海外，我们就想讲从小小的个体，我们现在看到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变成这样子，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会做一些什么，就这一点非常个人化的和大家分享啊，难免有说的不对的，大家也一起来指出一下。王太，你看完以后，你有为什么讲你会有这些情绪呢？能不能展开来说一下？我觉得我的愤怒就是我看这么一起事件之后，都是不了了之的这些很简单的一个警情通报之后就再没有下文。然后警情通报当中你看到的关键词，还有包括我们的新闻发言人都会反复提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国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然后接下来说这是报复社会，然后会看到一些媒体把这些作案者描绘成是失忆的，然后是非常运气不好的，他只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要报复社会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每一个案件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那么的不幸运，都是那么的心理不健康，那么的变态，后面就没有任何的反思，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看到一些公众的一些悼念行为好像就是被叫停，然后我就不明白说大家的这种公众的这种悲伤，还有这种想要去帮到受害者家属的这些热切，就变成是突然之间被踩了急刹车。然后再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像我父母这一辈，他们首先是会说这是假的吧，这是境外势力造谣的吧，身在其中他对也不会去相信，对吧？然后接下来会说不要乱讲，这些事情都是中国这么大，死这个是极少数的事情，哪里都有这样的事的，对，哪里都有这样的事情，哪个国家没有啊？对，然后就会说这是他们的命，然后我说是谁的命，他会跟你说这些去世的人这是他们的命中注定，然后就是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远远不止于此啊，我们能做的不止于此啊。我也觉得我们缺乏非常多层面的反思，不用说反思了，可能以一个警情通报就作为一个盖棺论定，甚至于让大家不要再说、不要再看、不要再听的一个标志性的文件，对吧？你看我们在公司里都说发生一个事情五歪法要从3个层次，这个事情究竟如何发生的，别人是怎么感知到的，你看它就传播的路径好像都是个人通过网络各种各样的渠道在传播以后，大家才会知道一点点真相，甚至于不全。第三，这个系统为什么允许呢？整个社会系统它是如何允许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我们既然不知道，也就不知道该如何防起，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有更多的揣测。这个是我感到
怎么讲，就是很难过的原因之一。当然也为这些无辜的死难者啊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人都有同理心的。你就假想，我们也是无缘无故的走在路上，我们在广场里碰到这样的事情，家人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真的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凉。对，我甚至在想，我如果处在那个环境当中，我那个要屠杀的人，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会怎么做？我真的会像那种见义勇为的这个样子，就是去夺下他的刀，或者说我用我的身体去护住其他受害者。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刹那，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和立场去指责那些拿着手机。我们看到很多案件的，他都有旁边的人就是拿着手机在拍嘛。OK， 就是我的父母是会教导我们说，碰到这种事情你快点逃，就是这种事情事不高己，官高高挂起，你应该先保护你自己。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不是都是教导大家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吗？都是要去见义勇为吗？可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自己这一代，包括我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到的一些教育，会告诉你说，你就看到这种事情就避开。那讲到个人啊，也是我想要聊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会更加有意义。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又身处过这样的环境，我们还要回去。你看，我们下个月就要回到上海，对吧？小孩放假，我们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回去。我也更关心我们自己应该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吧。那就不要去公共场所，那就是这样的。就要尽量的少去公共场所，也就像只能说在从现在看到的 pattern 来看，晚上的看不清人群聚集的啊，这个好像比较危险。但是说着说着，我们自己又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你说看到那么多的事情，哪里不能去？难道是超市不能去吗？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对啊，这是很熟悉的，在中国人的生活场景啊。对，这就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你就会去的这些地方嘛。那么我怎么找到这些 pattern 呢？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这些案件本身是反社会的，是报复社会的，你也找不到该怎样来预防啊。这个又是让人很难过的一个点。是啊，对啊，你一方面你就觉得，我爸妈好像说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命，他们命中要碰到这一劫，你让你觉得就是宿命论，他们讲的没错。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将来被人袭击了，那就是我的命不好，就是我好像不能做任何事情，可能除了逃离这个地方。这显然确实是不具备什么解释性的。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不要那么多的回去吧，这是真的是吧，让我感到挺害怕的。然后呢，我们的急救我们的防身的意识和能力整个社会的这些资源也是比较少的，比较糟糕的。这个还是让我感到这个方面的知识还是缺乏。照理说我并不需要具备这么多这样的知识，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些必要吧。是啊，你就要回想我们自己的孩子，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小时候上幼儿园，我们门口有那个拿着那个大的那个盾牌，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的。可是上海就是发生了太多起这些所谓的报复社会人员持刀冲到这个幼儿园小学门口杀害这些孩子，冲到这个幼儿园里面去杀害学生跟老师，发生太多了。所以上海每一个中小学门口，每到了放学跟开学的时间，都是有警察在门口拿着这些全副武装的这些这种警戒设备，在保护大家的安全。我们的社会现在就是变成这样。对，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一些背景，因为即便在我们之前生活的上海，就蛮多的时间了，已经有发生很多针对学校的案件，只是针对正常的公立的这个上海市民可以去上的这些学校，所以导致后来学校门口都有这个都有一些各种警卫的力量在那里。对啊，你说我们小时候当然是没有，我们还自己放学回家，在外面跟同学去玩，然后再回家都无所谓啊，对啊，没有人管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安全程度是不是降低了呢？我们是不是要再教会小孩更多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吧。但说起来无奈之处就在于能做的并不多，真的不多。是啊。那我们作为个体，我们的情绪也讲了，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也讲了。我刚听你说，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啊，你是希望跟身边的朋友再去聊一聊，是吗？对。还想做一些什么呢？对，我觉得就像以前我们那个好朋友三番五次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每年都会劝一劝我们考虑一下生活在别处。我可能也会找那些曾经向我表达过想要移居海外的朋友，再跟他们去讲一讲，也提醒他们
因为我的那些发表过想要移居海外的朋友们，他们最终都没有落实行动，已经2年了。从我要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就来找我谈，我可能还会再去做这样的傻事去劝他们一下。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事件作为一个契机是吧？来跟他们再讲一讲。其实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像可能我们比较迟钝啊，你比如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有些人他已经可以感知到，哎呦，这个未来一定会下雨，这个他那边已经有一点这个小雨滴下来了，我们好像感到天还比较晴朗，但总感觉风向不对，我们不是喜欢这样的天气，所以我们就选择现在出来了。现在看起来生活在大马又变成一个意外的一种好处，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很安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反正比我见过的所有的时候都要更加的融洽，令人感到这个愉悦，这个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当然有人也会说，哎，难道马来西亚没有犯罪案件吗？是吧？你们沙登最近不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啊，把别人的项链给抢了，把包给拿掉啊，拉掉啊，好像也有这样的案件。我觉得我们讲的不是一个犯罪调查，我们讲的不是一个社会学研究，我们说的是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频率啊。对，我记得我们正好周末去问了一对大马的夫妇，是吧？我们跟他也正好探讨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问他说，哎，在你的印象中，马来西亚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他们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对吧？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我想可能跟社会有关系，因为整个社会你给到大家的救助和保障，尤其给这些失意、失业各种那些有可能会产生反社会个性的人，这社会都有在照顾到他。我不清楚具体的数据，大家如果知道，或者说你说的不对，你也可以来补充，来跟我们讨论，我也很欢迎。但你看，就在我们之前几个月去接触各个社会机构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大马社会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底层有很多人会自助，然后自主自发的组建起来去帮助别人，有帮助那些老年人的，有帮助病人的，有在 MCO 的时候还互相关爱的，有去专门设立这个儿童福利机构的，这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他们那种投入让我更多的相信，我认为就是在大马社会的底层是一个时候，我经常这样讲，就是它连接起来，互相组成一个安全网，就在政府之上又多了一层网，这是我感到安心的原因之一。是的。怎么办呢？少回去，真的，可能这一次我们回去探亲的时候，我可能会跟我的爸妈再讲一下，大家就不要到公共场所去吧，尽量减少吧。我觉得这真的很难，然后他们也绝对不会听我，但我觉得我跟他们提醒过，这我就尽到我的义务，我可能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心安了，可能也确实需要提醒，对吧？那我也想和我的朋友去讨论一下，我们肯定会见面，我想要知道他们的观感，他知道多少，然后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到时候再梳理一下吧，和大家再聊。